方寒现在所进行着的，绝对是魔鬼一般的训练。随着自己的训练强度越来越大，总有一天，心脏口那枚九窍金丹全部融化，到那时候，他的身体就会真正强悍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1天、2天、3天，方寒每天晚上大部分时间都用魔鬼式的高强度的训练来摧残自己的身体，从而催动自己的生机，激发九窍金丹的药力。渐渐的，他的身体越来越强壮，原来有些干瘦的肌肉也丰满了起来，紧密结实，四肢柔韧而有力量。不过从表面上看去，他就是比以前长得结实了一些，但是他自己知道，筋肉骨骼的紧密程度都大了许多，体重足足增加了20-30斤。100斤！1个月之后，方寒足足背负起了100斤的大石头。随后，他把这块100斤大石头往上一丢，足足丢出2-3人高，呼啸砸落下来。双手一举，全身筋骨咯吱咯吱作响，居然把这块石头又给硬生生的接住。还断！一声低吼，方寒一手托住100斤大石，另一只手狠狠一拳砸在一根碗口粗的小树上，顿时这树立刻木质断裂，被生生的打裂。把100斤大石一丢，方寒站立当场，身体昂然而立，竟然隐隐约约现出几分气势来，不再是原来那种低下的奴仆模样了。到了这一刻，他终于完成了力量训练，全身四肢腰腹每一寸地方都锻炼到位了。我已经达到了炼力境界的极限，也就是说，我跨入了肉身境第3重招式的境界，可以修炼偷学来的招式松鹤万兽拳了，还要锻炼七星拳的各种招式了。而且我的身体素质比起方家核心弟子都要足足强悍1倍，我的力量比他们大得多，修炼招式也肯定比他们的威力更大。方寒捏着拳头，骨节噼里啪啦响动着，声音之中充满了自信。同样是完成力量训练的方家核心弟子，和现在的方寒也不能够比较，因为吃的东西不同，他们吃人参燕窝，而方寒吃的则是九窍金丹。接下来修炼各种招式，把全身上下的力量都串联起来，那不知会凶猛到何等程度。看着天上的星辰，方寒盘膝坐下来，极目眺望，观察着星象运行的轨迹，理解领悟白海禅所说的七星拳术的各种招式。他的肉身修炼突飞猛进着，九窍金丹在心脏部位被血液冲刷的缓缓运转，激发出了更为强大的药力。与此同时，占地千亩、奢华非常的方家内府之中，以紫电阴雷刀轰杀白海禅的方家大小姐方清雪正静静地坐着，她的身边是一个威严极重、肩宽膀厚的中年人。这中年人正是方家的家主，现在的龙渊省总督方泽涛，也是方清雪的父亲，修炼到肉身10重神变之境。以他现在的年纪，不是壮年，肉身也开始缓慢的衰老了，往后只会越来越退化，除非得到什么不世出的奇药，否则只会后退，不会再进步了。此时他在方清雪面前也没有多少父亲的威严了，毕竟他的这位女儿乃是神通秘境的绝世强者。父亲，我已经成为了羽化门的真传弟子，掌教在羽化仙山赐了我一个独立的山峰行宫，我得带一批忠心的家奴去打扫宫殿、烧火看丹、打理花草、喂养灵兽。清雪，你真的成为了羽化门的真传弟子，太好了，太好了！这下我们方家地位稳固，就算是皇上也得竭力拉拢你啊！带忠心的奴才去没有什么，你随便挑选就是。方泽涛惊喜，他知道真传弟子是什么分量，方家祖先都不是羽化门的真传弟子，只不过是一个外门弟子罢了。
还有，门派中的天行长老，因为我成为真传弟子，所以给了我几个外门弟子的名额。这也是难得的机会，我会选几个家族中的核心弟子过去。外门弟子的名额？方泽涛倒抽了口凉气。总督大人，大小姐，朝廷册封大小姐为公主的圣旨到了，就在门口。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传来声音：知道了，让圣旨等着吧，我现在有事情。让圣旨等一会儿，这样不好吧？是不是？看见自己的女儿方清雪对圣旨这样的态度，方泽涛迟疑了一下。无妨，世俗凡人中的事情我不想多接触，而且我天性喜静，不喜热闹。把那传圣旨的人、圣旨的事情就交给家里处理就好。我会在家里清静地待上几天，看看家族弟子之中有哪些可堪造就的，指点一二。父亲，你也不要太醉心权势了，多多修养，说不定有机会突破神通秘境呢。本来圣旨到了，册封你为公主的事情，我们方家得好好热闹一下。但是你喜静不喜动，那就低调处理了。还有，你那羽化仙山的行宫要哪些奴仆啊？父亲帮你安排一些可靠的、忠心的。好吧。方清雪微微闭上了眼睛。这1个月都没有发现白海禅的影子，难道他在伤势沉重之下服用了9窍金丹，伤势痊愈逃走了？这位天之娇女，威震寰宇的仙道10门羽化门真传弟子，陷入了沉思之中。在他沉思之时，他的头顶上隐隐约约现出了许多紫颜色的电丝、气流，好像要凝结成仙鹤、龙蛇、奔马等等有灵性的东西。这显然是神通秘境之中一个极其强大的境界。还差一点，就可以从神通3重境界元刚境突破到4重阴阳境，把自身法力罡气炼成的阴阳调和，富有灵性。这1重境界非同小可，也只有罡气有灵性，才能够到达神通5重天人境，以自身神通沟通天地脉络，布置下各种各样的大阵，威力无穷。现在门派之中几位长老也就是天人境，可惜本来这次我得到了交付黄泉图，可以炼化，借助这神图之力，一举踏破神通5重天人境，甚至还追溯其上，凝聚神通种子，化成神通法相。可惜功亏一篑啊！检查着自身法力、神通境界，方清雪显现出了极其高明的境界和对仙道的认识。脚踏七星。又是一个夜晚，正是寒星四射的时候，方寒在河边看着星辰运转的轨迹，身体全身筋肉涌动，如群星连绵，大河奔涌，一步脚踏七星抢夺而去，刷刷刷7步穿梭而过，随后抱起一脚，魁星踢斗，一奔一踢一炸，推进撕裂空气，发出了一种撕心裂肺的声音，远远传递出去，极其犀利。砰！一根碗口粗的硬木树被啪的一下踢断，随后方寒再次踢出13腿，顿时之间全身上下腿影翻飞，宛如利刀大斧，狠狠劈在周围的树木上，那些树木全部都被劈断。一连踢断了14根树木，气不喘脸不红，一收拳，脚下泥沙被缠下来，左手画了一个圆圆的圈子，右手画了一个正正的方形，停留下来，脚下扎根如一株千年老松树，根狠狠地盘扎进岩石中，一动不动，坚韧不拔。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刚柔并济。想不到我3天晚上就能够把招式练得纯熟，踏入4重刚柔之境界，9窍金丹
果然是给我打了扎实的基础啊！看来我突破第5重神力也不远了。心口之中传来9窍金丹的药力，热流香气随着血液流遍全身。刚刚因为双腿踢断树木的疼痛，被这热流一转，立刻就恢复了。方寒在1个月魔鬼式的练习训练中，打下了扎实的根基。现在3天修炼招式，立刻就练得纯熟无比，把七星拳中的脚踏七星、魁星踢斗2大杀招锻炼的炉火纯青，杀伤力极大。群星门的七星拳招式并不多，但是招招都蕴含着天星轨迹、肉身结构的玄妙。脚踏七星乃是玄奥步法，魁星踢斗乃是踢杀敌人的凌厉腿法，方寒一一练成，到达4重刚柔境界。那些方家核心子弟要到达刚柔境界，最起码要3-5年的时间，日夜苦练，这还是速度快的。但是方寒短短3个月就达到了这样的境界，感觉到自己一天比一天强大，方寒心满意足的摸黑回家休息了。刚刚睡了1个时辰，3更时分，突然方寒就感觉到外面开始骚动起来，随后自己的房门被拍得砰砰作响，他连忙一个翻身爬起来，打开门发现是马场的大总管。总管，什么事啊？3更半夜的叫我。快！今天早上二小姐要出远门，你把千里雪牵上，随着二小姐出门。啊？去哪儿啊？问这么多干什么？主人的事情咱们做奴才只听吩咐就是了，难道你又想挨二小姐的鞭子？大总管一边训斥着，一边急急忙忙地朝远处走去。方寒也不敢怠慢，夺门而出。虽然他得到了奇遇，但毕竟修为还浅薄，根本没有任何实力不做奴才。更何况他还要依靠方家的势力进入羽化门。传说中的仙道10门，神仙居所，他心中也是十分好奇的。跑到马厩中，把千里雪给牵出来。随后方寒就来到方家府邸正门的广场上了。方家乃是龙渊第1世家，府邸门前的广场修的是巍峨凛然，数10排石狮子、老虎、貔貅、麒麟摆放在那儿看守门户，巍峨无比。人站在广场上显得十分的渺小，望而生畏的情绪油然而生。此时的广场上站了不少的奴仆，还有护卫，一辆辆的马车在上面装载着各种金银珠宝，许许多多的全身铠甲，精壮无比的武士，还有奴婢也都站立着。这些人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着几个方家主要人物从门口中走出来。方寒的眼神一眼就看见了其中一个身穿白色衣服、冰清玉洁、不似凡人的女子在其中。这个女子一出来，全部的人都为之失色，天地好像变了仙境，到处都荡漾着一股出尘的气息。所有的人都消失了，只剩这个女子了。这个女子的气质深深印刻在人们的心中。是月中仙女，还是龙宫龙女啊？方寒心中凛然，他知道这就是方家的大小姐方清雪，同时是羽化门的真传弟子，修的神通秘境，杀死白海禅的绝世高手。原本他以为能够杀死白海禅的方家大小姐肯定是强横无匹，气质凌厉，煞气滔天，令人不可逼视，却没想到居然是这样的出尘清淡，如烟云一般飘渺。从外表气质上看，这方清雪没有一点高手的凌厉，而是绝世佳人的飘然，好像诗词中的仙子。修炼到神通秘境的人都有一种气质，白海禅师傅说的不错呀。方寒看了一下，想起白海禅的话，连忙低下头去。但是方清雪似乎是感受到了什么，一双仙目朝这里望了过来，目光远远地把方寒扫了一眼。青薇，那个牵着千里雪的奴仆叫什么名字？方清雪扫过方寒后收回目光，
微微问着身边的二小姐方清微。只是一眼，方寒就引起了方清雪的注意。这是给我养马的奴才，叫做方寒，办事倒是可靠，从来没有克扣任何马良的行为。不过上次因为耽搁我打猎，我赏了他10鞭子，然后少了5两银子。是吗？方清雪沉思了一会儿，谁也不知道这位天之娇女在想什么。这次我带你们到羽化仙山去，山中虽然是仙境，但毕竟没有大城方便，带些奴仆照料是必然的。这方寒既然办事可靠，那就把他带上吧。养马养得好，那以后也可以豢养灵兽。好了，咱们走吧。一声令下，方家的数百名奴仆、几十辆马车浩浩荡荡开动起来。果然啊，白海禅师傅说的不错，只要我在人群中，大小姐方清只要一眼就能看出我的不寻常之处来。不过如果他发现我服用了9窍金丹的话，只怕立刻就会让我死吧。能不能隐瞒得过去？方寒虽然没有听见大小姐方清雪和方清微的对话，但心中知道方清雪注意到了自己。一边牵着千里雪，一边随着队伍走着，方寒心中不断地思索着，是福还是祸。